你觉得是我的狗给你把它吓死的哈？我赔给你，算我自己倒霉，认了我。看到这个开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？家养的鸡还能被活生生的给吓死了？这是我自驾旅行来到贵州的德江县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喜欢用3维地图寻找小众的地方，然后发现了这处藏在深山里的村子。在转角看到村落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误入了人间仙境，就像游戏里绘制的场景。来到村子里后才得知村里只有2家人居住在这儿。就在我和主人聊得欢乐的时候，然后发生了这开头一戏剧性的一幕，真的让我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！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安妮，这个是波妞。我现在来到德江县下面的一个小村庄啊。我刚刚用航拍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呢，在我的身后的大山里面有一处非常漂亮的村庄，非常的原始古朴啊。在那个村的边上还有一条小溪顺流而过。我呢准备走路进去，因为呢我开车开到这边来之后呢，就发现呢是一个断头路，没办法继续往前开车了。但是呢这里的风景特别美，我很期待今天能否在这里遇见我的有缘人。来，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一块儿出发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出发了我把车停在这个位置因为到这儿就是断头路，根本就没办法下去了然后这里有一匹马，这个也不像是马，像是骡子，也不是骡子，到底是啥？这个你看下面这个房屋特别漂亮，非常的美看着。我们现在要顺着这个路一直往下走他们这里养的有好多，这个骡子还是马应该是用来驮东西的，因为这个车的话是没办法开进来，所以他就必须得要用这个骡子来拖。驴哥，骡子哥，那儿还有一匹。走了，喊你们下。从航拍上看，来到断头路以后就没有硬化路往里走，只能走土路，翻过一座山头才能抵达今天的目的地。不过沿途散落着几户人家，坐落在半山腰，在阳光明媚的天气，如此绿荫葱葱的环境之中，显得格外惬意。走在路上也神清气爽。哇，这种感觉真好，鸟语花香的，虫鸣鸟叫的，这种绿色太养眼了。它这个瓦都是掉了的，应该是没人住在这儿。这家应该是没人住了，全部荒废了。这儿还有人，还是个年轻人呢。兄弟你好，你们那里住的人多不多哟？没得。爷爷在家。小兄弟，那边几户人家是从下面走吗？是从上面走从那边过去才行吧？我不晓得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哟，这个是啥？哇塞，你那个是啥子兄弟？这是什么？兄弟姐妹们，好舒服的地方。那小哥儿有点害羞我们去别的地方瞅瞅。一路走下来，发现这些房屋都全部荒废了，环境倒是很好，只可惜没人打理。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年轻人吧，小伙子太过于腼腆，我也没有过多去打扰人家，然后继续朝着目的地前行。我们走下来发现远处有人在那儿耕地说明有人住在这里嘛，对吧？这河沟里面的水好大呀，好清澈，我的妈！我带他们下去喝口水我去，好舒服这水。安妮，来吧，我今天允许你下去游泳，去吧。安妮想玩水好舒服这里。哇，安妮，这里这里。哇塞，太舒服了！贵州的山水一绝。你看一下这个，他俩在里面玩得爽死了，舒不舒服？安妮，爽吗？过去一点，过去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，安妮爽死了。现在，他还会潜水呢。波妞现在都不怕水了。安妮，过来，来，进。你看我叫他进去，他就进去了。嘿，这真的好多惊喜，有时候就是看到这样的水，你也会很开心这个家伙不想起来了，红米头老家方言叫。安妮波妞玩够了我现在去问那个大叔大哥，你好，你们就住在那边上上面黄牛耕地那个牛好像看着有点怕我的样子，你那个要立好久还有3把公牛没有。如果不走进大山里，像这样的画面几乎很少见到。
本来想给大叔拍一张照片，记录一下他农忙的样子，正好啊可以套个近乎。没想到话还没唠嗑上几句，大叔转背就不见了人影。我去，这个路途边上全是折耳根，我的妈，这个长了这么大一根了，这个凉拌爽死了。哎，这个你们看，我的妈，你看全是野菜。我要是今天找不到有缘人，我就自己搞野菜吃了。这个是啥？你们知道吗？好嫩啊，这个一会儿回来再弄吧。哎，走了，好像是转过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到了啊。果然是这里，哇，兄弟姐妹们，天哪，太美了，这里快窒息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哦，哇，这生态也太好了，我去，这什么神仙美景啊！哎，那里好像有人在那里啊！天哪，太美了，这幅画面。作为一名摄影师啊，你在看到这样的极致风光美景的时候，你并不忍心去打扰它，你就想远远的坐在这儿啊，看着这里的一切万事万物的发生，听着山间的虫鸣鸟叫，这种感觉是最惬意的，也是最舒服的，也是最放松的那一刻。直到我情不自禁地按下快门。当我见到村子的那一刻，真的有被这幅画面惊艳到，相机很难拍出我肉眼所见的美，我甚至被美到不敢大声地表露喜悦之情，因为我怕打破这里的宁静，特别是看到有人行走在树荫下的场景，仿佛和我不处在一个世界之中。我只想说一句，美的批爆啊！来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这里会有人，哇塞，还有鸡哥的叫声。你干嘛？真的太舒服了，这里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看一下这小花小草啊，像来到了童话世界里一样。特别是当你扭头看着这里的村落的时候，很好奇会是什么样的人住在这儿。这下边的水啊，也是非常的清澈见底的，很舒服啊，简直就是神仙美景啊！这里，哇塞，我大贵州真的太多这样的宝藏地方了。哎，李木牛，快！哇塞，太舒服了，什么神仙美景啊！我倒要去看看是谁住在这儿啊！哇，好多这种小花花呀，这是什么花来着啊？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真的太棒了，神仙美景啊！哎，把那个鸭子都吓飞起来了。伯牛，过来，好多鸭，好多鸡啊！今天应该有口福了。你们俩别过来，主人家，有人没？他这个还用这个拦着，是不让进去吗？这个鸭是什么鸭呀？什么品种的鸭呀？哇塞，这么多鸡！哎，你好，婆婆。你们在哪呀？我们来耍。耍？哎，来这里逛耍。你们哪儿了？道真。道真？啊。哎，过了。啊？刚才是你们在搞上航盘嘛？那无人机。你说方言嘛，哥？你们用无人机的航盘是你们不知道？啊，对。你们是来道真的？啊。专业道真嘛？啊，对。咱们这已经搞给了开放吗？不是，我就是纯粹来耍儿。我是电视台拍照。电视台。哎，对。挂个不可以弄了可以过的嘛？那个哇？哦。他不会咬鸡儿了嘛？不咬。你们这里鸡鹅好多钱一只哦？要20块一斤啊。那个便宜啊？卖不卖嘛？没得卖的。我说鸡啊，鹅啊。鸡公200多。好多钱斤嘛？30多块钱一个。鸭子？鸭子不没有，鸭子咱2个。你们家养没得嘛？我是养几个鸡儿，30个。你卖20啊？不是我卖20，其他上边有些喂饲料的，我们就是喂粮食了嘛，没喂饲料噻。啊，对，他们这里真的好舒服啊！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平台，哇塞，这样看着真的好美啊！我太喜欢这里了。我以为这里不会有人居住，没想到让我给碰上了。这大叔也挺热情的，估计平日里啊没啥人到这里，所以大叔对我的提问呢也是有问必答。他说他一个人居住在这儿，隔壁老太呀也只是偶尔回来，整个村子就他一个人在这儿。我问他怕不怕孤独，他笑着说一个人更清闲自在，眉宇之间呢尽显逍遥洒脱。那河沟头的水从来没断过呀？没有，它里面有弄东水啊，里面还有鱼啊。还有鱼啊？怎么？啊，要得。你拿起去自己弄。我哪去啷个吃？我开车呀，我的意思是我买呀就自己在这搭伙吃了。不会整。哎呀，
你意思你晚饭些你都不整来吃啊？晚饭我是仅当花是我个人了，那你老板呢？啊早就过了，过10多年了。你小的些？有的在大江，有的在贵阳，几个小的3弟兄。？3弟兄而已。耶，你那只鸡长得漂亮哎！哇塞，这只鸡漂亮啊，卖吧。我没，我是来花。我去，这只鸡漂亮啊！你看，看到我就跑啊，还是怕我啊你？完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感觉今天有缘人有点难了。那你平时就住在这里啊？我是城市人得这做啊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孤独啊？住这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平时旁边那个两员没在屋头哈？他没有，你一个人住在这不害怕啊？没得事没有。习惯养生自然清静点还好点。小的些喊你跟他们一起住，你不去？我不行，宁愿在这儿待起，都不宁愿出去。可是个人这个个性不一样了。对头，可能跟小的逮住了，可能你合不来哈。哦对，那才是真道理哈。这是真的合不来嘛。这个性格有一代人跟一代人思想啊、观念啊，哪都不一样哈。观念上哪方面它都不一样的嘛。对头，父子关系啊，也有弟兄关系，它都不一样。对头，你也是有大智慧的人呢，老辈子。你个人待在这里哈，有吃有穿有住有喝，这个是第一点哈。第二，图个清闲。第三，不吵架，没得人吵。对，你不低声下气，不看人眼色，嗯，那是不是大智慧？你莫看有的人哦，他待着一路去，一天受气，窝囊巴西的，一点都不安逸。你说活一辈子出个了吗？对头，你和我说得来，就这个他们那个是我们兄弟，不是亲兄弟嘛，还不是这么谈那么谈，搞不来哈？搞不来也要搞啊，要不然养孙子啊，那你不用，我就不，那你实在搞不动了啷办呢？到时候再说嘛。他不来找你，你要啷办呢？有人管，就你有那个信心了就行。还有3个姑娘嘛，有你3个儿3个姑娘啊，6个娃儿，你多大了哦？我60几了。和大叔聊了许久，他对我简直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仿佛是遇见了无话不谈的老友。我心想着，今天呢来对地方了，晚饭肯定有着落。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啊，直接把我给干懵逼了。饮料了，你拿那个干啥子嘛？你给我留起喝，你拿白开水。你啷个恁个下把你手？们拿弄潮了哈。好，拿来多分着吃，是这个了。好，谢谢。你恁个下洗干啥子嘛？你放那吧，没事。感谢。每人一个根儿哈。感谢。老辈子，你要照相吧？可以洗出来哦。到了，你没怕得有了嘛？照片可以洗出来。马上洗出来吧？配合我都趁天气还好，给你搞一张嘛。可以嘛？来嘛，手机放下来嘛，放到包头嘛。哪个给你把手机偷了，你给我抱起来。啊，老辈子看我的嘞哈，看镜头哈，准备3、2、1，笑一个。就出来了。啊，可以哈完。了哈，洗了。拍得怎么样？看嘛，这老就这样子那个。人老了，你还想想年轻的时候喽，要遵循自然规律了嘛。对。我拍得怎么样？溜达，感谢了。不客气。老辈子，我们就走了。要整点东西吃了吧？整东西吃啊？整面条了嘛？你整吗？你们整嘛？我整啊。那我去搞点野菜来。你有锄头没了？我去挖点来。我去搞点小菜回来。我正好有点感冒，你就。哎，我把那个沙杯整起噻，你沙杯，沙杯。用吃过嘛？设备就不用拆过。要得。自从我们的节目播出至今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搞吃的，然后有点咳嗽啊，去弄点小柴胡，正好有点感冒了，这个正好可以吃。哟，这儿也有这么多小柴胡，哇塞，这个嫩啊，这个可以，嫩的出水，这个，哇塞，你看这个折耳根，这野生的啊，长这么高，我去，长在石头缝里的。别给它把锄头给搞坏了啊！哇，太香了！这个，我们现在搞得有不少折耳根了，但是感觉有点老了。这个，其实也还行吧，将就吃吧。贵州的春季啊，比其他省份显得更长一些，完全得益于地形地貌以及气候的因素影响。春季长，山中的野菜资源尤为丰富。所谓靠山吃山，就是这么来的。要是勤快点儿，即便是在山里挖野菜，也不会饿着肚子。进去。
为一天放大，太阳根儿你们来这儿再放大，够大吧？好死了走，他不是啊，像这样人好吃不出的，他都又没人搞了嘛？啊，我也不晓得啊。恁可能这好生，主要是他两个也没搞不搞了嘛？人家新就赶紧得放的嘛，你们来这儿都在放啊。没得盐了嘛？那个，哟，恁搞了有血了嘛？是照他好了，人家好死了，硬是当成这样，不是那整嘛？你们往哪去捅啊？啊，说好死，好多斤嘛有是的事情。？4斤呐。嗯。恁个嘛，你觉得是我的狗给你把它吓死的哈？嗯。我赔给你，鸡我不要。你们往那去躺在一起嘛？我带鸡去我也没得法的，我吃不了，我丢，我这是什么倒的什么霉呀？当我听到鸡被我的狗狗吓死的那一刻，我顿时就傻眼了。带着安妮波妞走南闯北，去过无数地方，他俩从来没闯过祸，更别说吓死一只鸡了。这也不得不说，我和鸡哥实在太有缘了。1斤2斤4斤，在这儿，才顶点平方。好，才顶点平方啊，顶点。算我自己倒霉，认了我。来，我这里一共赔你130块钱斤，我也没得零钱的。你管把鸡肉拿去烧汤去哇？算的，你拿去跟屋头小的吃嘛，你赶紧把血放了。我主要是我没得地方弄。你说这事儿啊，让我给碰上，真的是很无语。但是我看阿婆给我送橘子吃，又是那么好心，她老人家养鸡也不容易，谁叫我偏在这个点儿碰上这只鸡嗝屁了？这事儿啊也无法解释，阿婆也非无缘无故，我只好认了。不过问题来了，你们说这鸡我该如何处理啊？啊？多少钱是啊我赔了他120啊。 ？120啊？啊？有没有证据了嘛？他又没有证据，我也没有证据。你扯啊，他又认为是我的狗跟他吓死的，然后呢，他养了鸡还不容易嘛，我就按照正常价哈，30块钱斤嘛赔给他嘛哈。我也不想扯那个皮，主要是。我觉得那个画面挺好看的，我给你拍张照。腊肉炒折耳根啊，你那个碗件儿好多年了哟。7号生意不有那个，它这个是一套的是吧？是头呀。上面都包浆了。那个。啊？我收收你们定金，收20块钱。没得事的呀，你们也报销，我也报销。是恁个回事哈。首先我也不晓得那个鸡到底是不是我的狗吓死的哈，你也弄不清楚是啷个回事，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养鸡又不容易，万一你个鸡真的是我狗吓死的哈，那我该赔的正当赔的是啷个？我倒是光看见今儿在盆儿的狗脚不是吵不下，刚刚就吵不下。所以说我都觉得我该啷个赔就啷个赔，你也不用心里面过意不去哈。收你们200块钱，赶紧拿哈，拿去。哎呀，反正我也当刹车，你们你刹车，赶紧弄你就是你累哈。你都共收起，老辈子，我的我都不说了，你都共收起，1、2、3。既然你们又不要，我都甩跟他嘛，甩跟。他不会整，他说他不整。快点要经常刷。收起，不要讲那些了哈，你把钱收起。我说实话哈，阿姨她也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，我也不太了解。人家养鸡也不容易，该正当的赔就怎么赔。我心里面啊，我是坚信的，就是说他不是故意而为之，老人家也不容易嘛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我的狗狗给它吓没了，然后我现在人不舒服，让我弟做吃的啊。它这个烤火的这个地方还有个小洞洞啊，还挺有意思的啊。这里就可以把头探上去，哈哈。煮2个水灵灵的皮蛋，嘿嘿嘿嘿嘿。你煮那个干啥子？煨酒。我们有跟他吃了，你恁个下去干啥子嘛？哇！啊，煨酒啊，皮蛋太香了。准备开饭了，打点这个汤喝，小柴胡汤，这是。哎呀，你动筷子噻，老辈子动筷子，这是规矩啊。用不着嘛，来吧，来，尝一下我堂弟的手艺，款子的手艺啊。是你堂弟哈，是弟兄啦。对，在地里面挖的折耳根就是不一样。这老人家太好心了，还有个安妮波妞烧了饭。耶，你啷个恁个下血老辈子？吃嘛，安妮波妞，吃，不管他们了，我们吃我们的啊。快吃了，冷了哈。好。来，祝你们工作顺利。谢谢你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哈。
你喜欢喝那个？我下回我给你搞点好酒来。哎呀，不用，捏得到啊？真的要关嘛，捏得到。这把是啥？我一会儿给你干完。在咱们贵州的农村呐，招待贵客，腊肉是必备。柴胡和折耳根正好是这个季节的香饽饽，配上腊肉，再配上贵州的辣椒，这顿饭呢已经很美味了。可能你们看着很简单，但是体验过的朋友啊，就知道这其中的乐趣了。 50几岁到60岁就多半了。你50几岁就牙齿就掉了？那你牙齿掉的早哎，再搞一碗。要吃饱吧？啊，吃什么都香。我们任何人都要礼貌待人嘛。不可能是刚才他还请我，他也晓得很忙。你不管我，老辈子。这冤枉钱的不好用，谁的就谁的，好了嘛。我没这样想法的。避免是非就是对，个道理。避免是非，还有一个就是，万一真是那个情况哈，那人家养鸡啊养了也不容易。是那个道理。大叔真的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。这3杯2盏下肚后啊，性情也变得更加开朗。他说的很多话呀，就像是自己的亲人关怀自己时的样子。在这样的大山之中，在这样的夜晚，遇见如此热忱之人，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儿。那小爸，捡。这个叫几万？哎，对。来，老辈子，我给你发个红包。不用不用。你能跟我下回不来的？不用。发红包你去打点那个，好。人又好，你还搞给我吃的，我那个现金赔给他了，我都没得的。我本来说是我遇到好心人，我都会给个红包，意思一下，表示下心意。下回来哈，我就不带了，我都不拿红包了。你想喝啥子？你想吃啥子？我给你带来，哈。晒哟。捡。我没见过啊。那个是一个少数民族姓氏，生皮子，很多人都不晓得那个。发50个银就行了嘛，你只要有个心情。那个相当坏呀，麻烦你耽误你时间。啊，那是小事，是个心意。不说了，下回我来呀，我都不搞拿红包了哈。你太好了，又没得哪子上色的菜。不，做人做事就是那个，别人觉得他吃亏了哈。我认为我吃亏了，那我就吃点亏，我补给你。但是如果说好心人对我，我还不能够好好对他，那我就觉得心里面亏欠。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不要说那些了哈，就那个吃饱的，账太多了，哈睡不着。哪个？那喂狗，狗吃不得那些咸的、盐的、油的，我上去我喂它们哈。哎呀，这个真不搞啊！咋的那头？不，你吃的够多了，不能再吃了，让波妞吃一点。那个表情，上起来老辈子，那个天太黑了，一会儿。狗的情况慢一点嘛哈。好，我们都走了哈。就愿得平安。好，走了老辈子哈。哎，要得，没吃的包个回家去吃。要得，走了老辈子。好。这老辈子心挺好的，真的啊。走远了，他还在那儿扯着嗓子说，叫我注意安全。这个人与人之间呢，3杯2盏一喝，开膛破肚的啥都说了。他讲了好多关于他们这边村里面的事儿啊，挺乐趣的。但是呢，没法放出来啊。我以为今天呢，在这儿遇不见，没想到还能够遇见咱们的老辈子，特别感谢。下一次有机会，我可能还会来。今天算是运气不错，收获满满的一天。嘿。我去！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是啥？我去，驴哥，我借个道啊！吓死我了！生活的乐趣在于你如何去享受，舍了财，并非是我的祸，把这当成一个乐子，也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一剂良药。这也让我和大叔的结识有了更多的乐趣。许多年后，当我回忆起这个夜晚，依旧是回味无穷。